都知道，这几天伊朗又不太平了，全国进入战备状态。战争的爆发最惨的就是平民百姓。但有这么一家伊朗人，早在几年前就跑到中国来定居，过上了安全幸福的生活。视频里，这位来自伊朗的小网红，他的视频总点赞数高达500万，粉丝有74万人。只要是他发视频，就会有大量中国网友给他点赞支持。伊朗小伙帕拉姆是一名初2学生，1.8米的身高和外国人的样貌，让他成为了学校里的小明星。深入了解帕拉姆的家庭情况，会发现他们一家4口人早在7年前就已经来到了中国。来中国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因为一个杭州人的一句邀请。据说他们想要申请中国的绿卡，还想加入中国国籍。他们成功拿到中国绿卡了吗？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让帕拉姆全家都定居在中国。大家好，我是南风，今天带大家走进帕拉姆一家的中国缘分。2016年上半年，帕拉姆的父亲正在伊朗的某家公司里担任中医翻译员。因为工作的缘故，帕拉姆的父亲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有一次，帕拉姆发现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在父亲的介绍下，帕拉姆得知这位叔叔是来自中国杭州的贵客。他好奇地问了好多问题，听了那么多年的中国，在杭州叔叔的讲述中有了具象的样子。自那之后，帕拉姆每天都会问父亲什么时候能去中国游玩，父亲也特别想要去中国一探究竟，但具体还没有计划好。很快，杭州叔叔的工作结束了，需要返回中国。没想到的是，杭州叔叔因为签证出了问题，没办法顺利登上飞机。无奈之下，杭州叔叔只能继续和帕拉姆的父亲回到家中暂住。本着来者都是客的原则，帕拉姆一家带着杭州叔叔前往伊朗北部旅行，几人的感情也是越来越深厚。之后，杭州叔叔的签证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几人也迎来了分别的时刻。杭州的叔叔一回到中国，就给帕拉姆的父亲打去了电话，说家里啥都准备好了，赶紧来中国玩。在热情洋溢的邀请下，帕拉姆一家来中国玩了1个半月。帕拉姆这次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的好，也爱上了中国，也终于明白了中国为何会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呢？从中国回到伊朗后，帕拉姆怎么也忘不了在中国的美好时光，而帕拉姆的父亲也看穿了一家人的心思，他在心里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琢磨着要不要辞掉工作，卖掉车子和房子，一家人决定搬到中国定居。这个重大的决定，全家反复商量了很久。对大人来说，到哪里都能扎根生活，但对于小孩子而言，一切从头开始，真的特别不容易。帕拉姆的转学，继续他的学业，认识全新的同学和朋友，融入并接受中国的教育体系。帕拉姆成了一家人是否最终定居中国的关键决策人。帕拉姆想了很多，他非常喜欢中国，他还想认识更多的中国朋友，学习在哪里都可以进行。2017年8月，帕拉姆一家在杭州完全安顿了下来，他们租下了一间新房子，也为帕拉姆找好了新的学校。帕拉姆的父亲还把公司注册在了杭州，一家人的所有开销都依靠帕拉姆父亲一个人支撑，所以公司能不能赚钱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靠着在伊朗积攒下的人脉关系，公司起步非常顺利，但当时碰到了一个特殊的政治问题，帕拉姆父亲的公司一下子陷入了紧急的困境。他的事业还没真正开始就迎来了结束，公司的破产让一家人措手不及。本来抱着满腔的热血开始新生活，但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也没办法在中国生活下去。无奈之下，帕拉姆父亲只能重新从事翻译的老本行。现实虽然很苦，但能看到一家人被热情的中国人民关心着，也不觉得累了。帕拉姆的父亲每天下班回家后，总能看见家人和小区里的邻居们正愉快地聊着天。尽管大家语言不通，但凭借着简单的手势和真诚的笑容，相处得特别融洽。中国人民的这份热情，让帕拉姆一家人更加坚定了在中国生活的决心。帕拉姆安心地去了新学校上学，父母并没有为他选择国际学校，而是让他上了一所普通的中国学校。父母心里一直很担忧，怕帕拉姆要是融入不了新环境可怎么办？总不能耽误了孩子的一辈子吧。
好在帕拉姆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开心，他非常喜欢这所中国学校，也喜欢中国朋友。帕拉姆在学校里总会受到其他同学的关注，大家都对帕拉姆特别好奇，他为什么来中国？伊朗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面对大家的好奇，帕拉姆没有表现出排斥，反而耐心地解答。中国同学对伊朗的好奇就和他当时对中国的好奇一样，他学着杭州叔叔的样子给同学们分享伊朗的美景和美食，热情邀请大家去伊朗玩。伊朗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可能就源于这样一个正确的引导，就能让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好。帕拉姆一家和杭州叔叔都是两国友好的使者。帕拉姆在学校里参与了不少各式样有意思的活动，和班上的同学们一块儿参加了军训，体验了射箭，还跟老师同学们一起动手包了饺子，学习咱们中国的传统习俗。另外还有一个活动是邀请家长和学生共同参加的。帕拉姆的爸爸特别幸运，被选成了领队。领队需要负责高举5星红旗，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活动结束后，他还特意让帕拉姆给他拍一张照片，他要将这张照片洗出来再裱起来，放在家里好好珍藏。帕拉姆遗传了父亲的语言天赋，说起中文特别溜，短短1年时间，基本的中文已经全部会了。帕拉姆一家在中国的生活越来越好，而且妻子玛丽还怀上了2胎。不出意外，这个孩子是要在中国出生了。玛丽可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人物了。帕拉姆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摸摸妈妈的肚子，和弟弟或者妹妹说几句话。帕拉姆的父亲更不用说了，对玛丽那叫一个好啊。2020年，帕拉姆家迎来了一个新生命。这个小家伙和帕拉姆一样，也是个男孩，父亲给他取名为利亚姆。从那天起，这个家变得更加热闹了，一家人的生活忙碌又充满乐趣。帕拉姆的父亲心里依然惦记着开公司的事，但目前只能好好工作，积攒创业基金。这几年，帕拉姆一家体验了不少中国的传统节日，热闹的春节，忙碌的端午节，一家人还学着包起了粽子。帕拉姆一家在中国越来越适应，还玩起了自媒体，视频一经发布，立马就获得了上万点赞。网友们都很佩服帕拉姆一家，居然敢卖掉房子卖掉车来到中国打拼，大家更赞叹他们对中国的信任和喜欢。在视频中，帕拉姆是全家的代言人，也是名气最大的。他的中文说得特别好，因此教利亚姆学习中文的重大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身上。网友们完全分不清利亚姆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以为是帕拉姆的妹妹。直到帕拉姆专门在评论区回复，大家这才知道利亚姆是个帅气的男孩子。大家会认错的原因在于利亚姆长得实在太漂亮了。如果利亚姆长大后和小时候一样漂亮，那就不敢保证会不会比哥哥帕拉姆的人气还要高。帕拉姆一家每天都会分享他们的日常生活记录，妈妈喜欢研究中国美食，爸爸爱好琢磨中国太极，而帕拉姆和弟弟利亚姆就是家里负责采购的小能手，不管是菜市场还是超市，让他们2个去就足够了。2023年6月15日，帕拉姆迎来了毕业的日子，他一大早就去学校准备拍毕业照，但是帕拉姆心里似乎有些伤感，因为毕业就意味着要和大家分开。经过几年的相处，帕拉姆在学校交到了不少好朋友，突然要和大家分开，还真有点舍不得，他的心里很难过。合照结束后，他专门让爸爸给他和班里的好朋友拍照，还邀请大家去家里玩。6月17日，帕拉姆父亲趁着一家人都有空，就赶紧去办签证。因为没有拿到中国绿卡，他们隔一段时间就得去办一次签证，还要做健康体检。谈到中国绿卡的问题，帕拉姆一家表示不着急。虽然特别想把绿卡拿到手，但目前的手续还不够，还需要再准备准备。目前是他们在中国生活的第7年，早就爱上了中国。不出意外之后也会定居杭州，所以中国绿卡迟早会拿到手的。他们还盼望着有天能加入中国国籍，希望到时候能得到网友们的祝福。网友们也没有让帕拉姆一家失望，纷纷在评论区回复：谢谢你们，爱中国。7月11日，帕拉姆一家出去逛街，看到路边有辆献血车，
这一家子人一直秉持着多行善事、多做好事的信念，于是他们就上前去献了血。虽然帕拉姆的爸爸特别害怕打针，但他还是咬紧牙关，硬是忍了下来。他紧闭双眼，把头歪向一边。利亚姆看到爸爸有点紧张，就主动夸奖爸爸做得真棒。评论区里有网友开玩笑说，是不是输了他的血就算是混血儿了？这句话不知道逗笑了多少网友。目前利亚姆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开学第一天，大家都担心利亚姆会哭闹，但是利亚姆的表现完全不像是一个没上过幼儿园的外国小孩。还没等父母安顿两句，利亚姆就主动冲到了老师跟前，没过2分钟就和班里的小孩打成一片，连给父亲的告别吻都是随便嘟个嘴应付过去。利亚姆之所以这么胆大，可能是在小时候已经见过世面了。要知道，利亚姆可是和著名演员郭涛老师一起玩过的，还拍了合照呢。目前帕拉姆一家在中国的生活过得相当美满幸福，帕拉姆父亲的公司也顺利开张营业了，好像是做伊朗藏红花相关生意的。他经常会在视频里向大家展示介绍自家藏红花的价格和包装细节。不管怎么样，帕拉姆这一家人在中国确实没做什么不好的事情，网友们对他们一家也颇为喜爱，并且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大家都希望帕拉姆一家能够不辜负中国网友们的这份厚爱。至于能不能拿到中国绿卡以及加入中国国籍，那就要看他们一家人的本事和造化了。你希不希望帕拉姆一家成功拿到中国绿卡呢？好了，帕拉姆一家暂且结束了。那么接下来的内容，我带大家全面认识一下这个战火纷飞的国家。伊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简称伊朗，在历史上被称为波斯，是拜火教的发源地。《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其原型正是拜火教，也称为索罗亚斯德教或祆教。你对伊朗的印象是不是还停留在沙漠、头巾和模糊的紧张感里？如果只靠新闻片段来判断这个国家，你错过的将是一个手握顶级底牌、藏着无数惊喜的文明奇迹。它有全球第2的天然气储量，第4的石油储量，24处世界遗产稳居全球第10，女性大学生比例超过60%，碾压多数国家。每年培养15万工科毕业生，数量远超沙特和以色列，城市化率高达75.4%。今天我们抛开所有偏见，用最硬核的知识、最真实的生活细节，带你全面读懂伊朗，一个在封锁中顽强生长、被误解太久的千年古国。先摊开地图，看看伊朗的先天优势。它位于亚洲西南部，国土面积164万5千平方公里，全球排名第18位。直观一点说，相当于4个德国或者5个英国叠在一起，疆域辽阔且地形多样，既有我们印象中的沙漠戈壁，也有茂密的森林和肥沃的河谷。更重要的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被誉为天选枢纽。北面紧邻里海，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隔海相望，南面则扼守着波斯湾和阿曼湾，更掌控着全球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全球大约30%的石油运输都需要从这里经过，战略地位可谓得天独厚。东边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西边连着土耳其和伊拉克，妥妥的3洲5海交汇之地。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让伊朗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当年的商队带着丝绸瓷器从中国出发，经过这里才能抵达欧洲和非洲。再看人口构成，全国8855万人口中，波斯人占66%，是主体民族。阿塞拜疆人占25%，库尔德人占5%，还有阿拉伯、土库曼等少数民族，大家和睦共处，共同守护着这片土地。这里还要科普一个冷知识，伊朗的官方语言是波斯语，这种语言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至今还在使用古波斯语的词汇，堪称语言界的活化石，和我们汉语一样，承载着1000年的文明记忆。
宗教方面，98.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91%是什叶派。这在逊尼派占多数的中东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格局，也造就了伊朗与众不同的文化氛围。说到资源，伊朗绝对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典型。根据2024年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权威数据，伊朗已探明石油储量高达1570亿桶，占全球总储量的9.1%，排名世界第4，仅次于委内瑞拉、沙特和加拿大。更夸张的是，天然气储量高达33万9千亿立方米，占全球总储量的17%，仅次于俄罗斯，位居世界第2。这里有一个世界之最，伊朗与卡塔尔共同拥有的北方一南帕尔斯天然气田是全球储量最大的天然气田。光是这一个气田的储量就相当于全球很多国家的总储量之和。2023年，伊朗石油产量达到428万桶，全球排名第6；天然气产量2517亿立方米，全球排名第3，妥妥的能源大国。很多人会疑惑，既然有这么多油气资源，伊朗为何未能像沙特、阿联酋那般富得流油？核心原因只有一个：长期的国际制裁导致油气出口渠道受限，收入无法稳定释放。2024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约4011亿9千万美元，全球排名第40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4771美元，虽然不算富裕，但也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贫困落后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就聊聊伊朗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先看大家最关心的工资和消费水平。在伊朗，普通工人的月薪按官方汇率大概在500至850元人民币之间。公职人员、教师、医护人员的月薪相对高一些，大概在1000到1800元人民币之间。而工科毕业生和技术人员的月薪能达到大约2100到3500元人民币，在当地属于中高收入群体。消费水平方面，伊朗的物价整体偏低，而政府会对民生用品进行补贴，减轻民众负担。在首都德黑兰，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大约3.5元人民币，一斤牛肉大约35元人民币，一斤蔬菜大约2到5.5元人民币。一套普通两居室的房租每月大概700到1400元人民币，比国内一线城市低很多。日常出行方面，德黑兰有完善的地铁系统，单程票价大约0.7元人民币。普通人大多乘坐私家车出行，伊朗本土有自己的汽车品牌，比如伊玛目、萨曼德，一辆普通家用车的价格约35000至7万元人民币，性价比很高，很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饮食上，伊朗人以米饭、面食为主，特色美食有烤羊排、藏红花米饭、鹰嘴豆汤，还有各种甜点，比如巴克拉瓦，口感酥脆，甜度适中。在德黑兰的普通餐厅，一顿单人餐大概14至21元人民币，性价比拉满，而且当地人非常热情，会主动给你推荐特色美食。聊完生活，再看伊朗的城市。很多人以为伊朗都是沙漠小城，实际上它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75.4%，这大大超过了全球56%的平均值，比咱们中国还高了差不多8个百分点。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伊朗人都住在城市里面，用着各种现代化的设施。首都德黑兰那可是西亚数一数二的大都市，光城区人口就有大约900万。要是算上周围那些卫星城组成的都市圈，人口高达1400万至1800万，占全国人口的近1/4。这座城市是伊朗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贡献了全国30%的国内生产总值，集中了全国26%的工业单位，40%的消费市场，街头高楼林立。商场、超市、咖啡馆一应俱全，现代化程度完全不输其他中东大都市。当然，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伴随着一些小小的挑战，比如说交通拥堵。不过，这其实是许多国际大都市都会遇到的普遍状况。伊朗政府也一直在持续升级和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努力缓解道路拥堵的压力。
除了首都德黑兰，伊朗还有许多其他非常值得介绍的城市，比如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人口大约有300万人，是什叶派第8伊玛目阿里达的陵墓所在地，每年吸引数千万朝圣者，是全球最繁忙的宗教场所之一。这里的宗教氛围非常浓厚，建筑风格庄严华丽。第3大城市伊斯法罕曾是萨法维王朝的首都，被誉为伊斯法罕世界的一半。这里的伊玛目广场、33孔桥都是世界闻名的建筑。漫步在老城区，仿佛能穿越回古代波斯的辉煌岁月。如果说资源和城市是伊朗的硬实力，那历史文化就是它的软实力，深厚到令人窒息。伊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00年的埃兰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连续文明之一，与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脉络并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波斯波利斯遗址，197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是古代阿契美尼德帝国的首都，由大流士一世于公元前518年修建。2500年前的浮雕和石柱至今保存完好，上面刻着的图案记录着当年帝国的繁华与荣耀。站在这里，仿佛能听到古代波斯军队的号角声。目前伊朗拥有24处世界遗产，数量排名全球第10，其中22处是文化遗产，每一处都有独特的历史意义。恰高占比尔是埃兰文明的重要遗址，见证了古代伊朗的早期文明。帕萨尔加德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第1个首都，是波斯文明的摇篮。塔赫特苏莱曼是萨珊王朝的宗教中心，融合了多种文化风格。亚兹德古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至今仍有人居住的古城之一。这里有从公元470年就开始供奉的索罗亚斯德教圣火，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持续燃烧从未熄灭的火焰，见证了拜火教在伊斯兰化后的顽强存续。伊朗最令人意外的不是资源，不是历史，而是它的教育水平，堪称中东教育天花板。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不足10%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飙升至现在的67.1%，这个增长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属罕见，甚至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更惊人的是性别数据，在全国高考中，女生占比高达66%，实力碾压男性。大学在校生中，女性比例超过60%。就连工程、计算机、医学这些传统上男性占主导的专业，也涌现出大量女性人才，这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号。就拿伊朗最高学府德黑兰大学来说，1978年的时候，男生占82%，女生仅占18%，而到了2023年，男女比例已经变成49%和51%，女生人数反超男生，足以看出伊朗女性对教育的重视。而伊朗的工科教育实力极强，每年培养约15万工科毕业生，远超沙特的5万和以色列的3万。这些工科毕业生是伊朗科技发展的核心力量。目前，伊朗全国现有公立大学112所，私立大学289所，宗教大学43所，总共444所高校。其中，伊斯兰阿扎德大学拥有190万在校生，规模可以排进世界前5，是全球最大的高校之一。更难得的是，伊朗实行12年免费义务教育，从小学到高中不需要交任何学费，而且政府会提供免费的课本和文具，极大地保障了国民的受教育权。目前，伊朗的识字率达到82.5%，在中东地区名列前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种全民教育的理念，让伊朗的国民素质远超很多人的预期。在教育的支撑下，伊朗的科技领域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尽管遭受全面制裁，很多国家都对伊朗实行技术封锁，但伊朗依然在核能、航天、导弹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突破，靠的就是自己培养的工科人才。2026年1月，伊朗首次实现了多颗卫星的同时发射，这3颗都是伊朗国产的卫星。他们从俄罗斯的东方航天发射场顺利升空，
其中最重的图卢3号卫星重量达到了150公斤，它能拍摄分辨率高达5米的黑白影像，以及分辨率10米的彩色影像。这标志着伊朗在卫星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除此之外，伊朗还自主研发了凤凰运载火箭，能够将300千克载荷送入近地轨道，列示苏莱曼尼星座卫星组网，实现3M 级精准监控，还有国产无人机配备了人工智能制导导弹。这些成就虽然与国际顶尖水平还有差距，但在极端封锁条件下取得，足以展现伊朗强大的工程教育基础、自主创新能力。民生福利方面，伊朗也有自己的特色，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居民可以在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免费的诊疗、药品和住院服务。虽然部分高端医疗需要自费，但基础医疗保障非常完善，能够满足普通人的就医需求。另外，政府还会提供大量的生活补贴、石油补贴，比如汽油价格就特别便宜，每升大概就7毛钱人民币左右，这让普通老百姓的出行负担减轻了不少。虽然受到制裁的影响，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有点紧张，但政府一直在想方设法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这种民生保障措施让伊朗老百姓的日子有了一个稳定的底子。最后，我们聊聊伊朗的社会风貌。很多人以为伊朗的社会很保守，但其实它正处于一个充满活力的代际变迁中。伊朗6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平均年龄仅32岁。这是一个极其年轻的社会结构，年轻人占据了社会的主流。在城市里，你能看到穿着传统服饰的人，也能看到穿着时尚、妆容精致的年轻人。咖啡馆、健身房、书店随处可见。年轻人会在这里聚会、学习、交流，展现出与传统印象完全不同的活力。伊朗的传统节日也非常有特色，比如诺鲁兹节，也就是伊朗的新年。每年3月21日左右，相当于我们的春节，全家人会团聚在一起，品尝传统美食，互相赠送祝福。还会在家门口摆放7样圣物，寓意着新的一年能够吉祥如意。此外，还有阿舒拉节，这是什叶派穆斯林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人们会通过举行宗教仪式来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展现出非常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看到这里，你应该对伊朗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吧？它不是新闻里的碎片化画面，不是只有沙漠和头巾，而是一个手握顶级资源，拥有1000年文明、教育发达、民生有保障、充满活力的国家。它有顶级的油气储量，却因制裁未能完全释放潜力。它有极高的教育水平，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它有深厚的历史底蕴，24处世界遗产诉说着1000年辉煌。它拥有年轻的社会，充满着无限可能。伊朗就像是一颗被包裹的明珠，被误解太久，被封锁太久，但它从未停止生长。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在制裁与困境中顽强前行，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1000年文明，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一个拥有2500年文明积淀的国度，坐拥24处世界遗产，全球天然气储量排名第2的国家，不该只被贴上沙漠和头巾的标签。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它的故事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了解、去发现。当我们抛开偏见，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立体、鲜活的伊朗。那么，关于伊朗，您还知道些什么呢？又或者，您是否曾在伊朗有过哪些特别难忘的回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不要吝惜您的点赞、转发、关注。我是南风，咱们下期视频见。